白兄怎么会来到开封？寻詹某何事？白玉堂来找的不是你，那白兄要找的是包大人。找包大人有事吗？白某是来向包大人投案。草民白玉堂叩见包大人。你起来说话。谢包大人。你是来向本府投案的？白玉堂私闯进宫，盗走玉佩，请包大人依法治罪。大人，白玉堂主动奉还玉佩，还请大人明鉴。展昭，你不必替我说好话。玉佩虽已交还，刑责还是要追究，否则包大人也难向皇上交代。本府如何向皇上交代，不劳你操心。且让本府先来问你，你可知道，进宫盗佩，惊扰圣驾，依法论罪，乃是杀头之罪。白玉堂既然敢前来投案，就不怕杀头。好气度！然而你明知必死，为何还要前来？大人，我不来投案，大人也会发出海捕公文，新闻天下，抓我归案，不知是也不是？不错，本府职责所在，理当如此。然而，以天下之大，江湖之广，你若是藏匿不出，要想抓你，也未必能够如愿。你又为何要前来自投罗网？好汉做事好汉当，白玉堂不想连累他人。你是不希望连累陷空岛的结义兄弟，亦或是为了展护卫，甚至是为了本府？包大人，白玉堂既然已经前来投案，又何必追问其他？请包大人立刻将我收押定罪。不，詹某答应过卢庄主，绝不会将你逮捕归案。倘若因此受到包大人责罚，甚至遭到皇上降罪，詹某也会一肩承担。展昭，我白玉堂一生心高气傲，绝不肯受人点滴恩惠。盗佩流书向你挑衅，是出于一时冲动；奉还玉佩是敬重你的侠风义骨。至于前来投案，则是我自知有罪，心甘情愿与任何人无涉。大人，公孙先生，本府自有定论。是。白玉堂，你盗佩流书，还佩投案的来龙去脉，本府已然明了。然而，要如何处置于你，待本府斟酌之后，自会有所决定。在此之前，你必须留在府中，不得擅离，随时听候本府传唤。草民遵命。大人，那白玉堂的身份是？无需关押，也不必监管。他若有逃脱之意，又岂会前来投案？白玉堂，本府所言是也不是？包大人明鉴。王朝马汉在。给白玉堂安排住所，要好生对待。是。谢包大人。
大人打算如何处断？那白玉堂虽然行事乖张，却不失侠义之心，不能以一般罪犯视之。本府立刻进宫面圣，务求圣上能够开恩特赦。谢大人。展护卫不必急着谢本府，本府只能尽力而为，只怕皇上未必同意呀。不行，那白玉堂夜闯进宫，根本就没有把朕放在眼里。朕有什么理由赦免他的罪？回皇上，白玉堂原本是针对展护卫，绝非存心对皇上不敬啊。他和展昭怄气，就能闯进朕的禁宫，而且还盗走了朕最珍贵之物。玉佩也已由白玉堂主动奉还，而且丝毫无损。那又如何？倘若白玉堂主动前来投案，皇上可否开恩特赦？就算他主动投案也没用，否则岂不是毫无国法？皇上，国法不外人情，以情度法，以法治国，方是国法之真意。臣恳请皇上法外开恩。暴政，你为何急于替白玉堂开脱？你一向执法守法，难道要因为一个白玉堂而改变不成？回皇上，包拯绝不敢违法徇私。然而，法有严疏之分，罪有轻重之别。白玉堂所作所为的确触法，然而却并非罪大不赦。此人虽桀骜不驯，却颇具侠义之风。倘若能够收为朝廷所用，未尝不是朝廷之福啊！什么？你不但要朕赦免他的罪，而且要朕将他收入朝廷。若是他能够戴罪立功，以功折罪，非但朝廷能够增添以有用之才，更足以彰显皇上仁恕之德。微臣斗胆，恳请皇上开恩。包拯，你真这么想？难道你就不怕引狼入室，所事非人？臣为国举才，一无所惧。好，朕就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戴罪立功。朕倒要看看他能立下什么奇功来，是不是真能让朕足以赦免他的罪？臣遵旨，谢皇上。白兄何苦来开封府呢？白某不能不来，否则永远也不能安心。我说过我会一肩承担的。展昭，虽然比武较技我承认输了，但是并不表示我肯接受你的保护。我明白。可是我却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甘愿放弃浪迹江湖、快意恩仇的日子，反而要来这江湖人最不愿意沾惹的官府？我自己也问过自己很多次，结果呢？如果不是包大人，我不会接受官职。包大人真如民间传说，是个铁面无私的清官？不错，像包大人这种清官并不多见。如果我不帮他，这世上蒙受冤屈的百姓，恐怕永远也没有昭雪的一天。你不但侠气过人，连这悲天悯人的胸怀，都让我自愧不如。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为朝廷尽一份力。
不可能，这一辈子我都不可能进入官府。而且你别忘了，我还是戴罪之身。你放心，包大人一定会有办法让你免除罪责。你这么信任他？士为知己者死，连这一点我都比不上你，真可笑！居然为了一点虚名和你争斗不休，难怪江湖人称你为南侠。的确，鼠不如猫。白兄弟，哎，你放心，我已经不在意这些了。展大人，府外有人求见。大人，皇上答应让白玉堂戴罪立功。不错。大人打算让他立什么功啊？势必得是让皇上能够认可的大功才行。本府请公孙先生前来，正是为了此事。可是那白玉堂无官无职，眼前又无重大刑案待办。哎，有了！如何？眼前的确有件大案待办，太妃娘娘之案。可是此案不宜让外人插手啊。不错，此案的确不宜让白玉堂插手其中。然而，此案却有个重要人证在来京途中。陈琳，正是。倘若张龙赵虎在接陈总管来京途中有所闪失，那岂不是全案永无侦破之日？公孙先生是说要令白玉堂前去接应？是的，大人。倘若白玉堂对日后皇上认母一事有所尽力，也算是功劳一桩啊。公孙先生所言极是。马汉，在。请白玉堂来厅中说话。是。白玉堂，你看谁来了？五弟，五弟，是你们来干什么？老五，你这算什么？不声不响，刘封书信就这么一走了之了。是啊，你要走也要跟我们商量一下呀。五弟呀，你的确让我们担了不少心啊。大哥，小弟在信里面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？我们也知道，劝不住你。既然如此，几位哥哥又何必赶来？很简单，如果你决心前来投案，我们就一起来陪你。大哥，如果你要是杀头，我们几个就一起陪你掉脑袋。后事啊，我们全都交代好了。你们五位请放心，包大人会有合理的决断，还请静待结果。展大人，大人请白玉堂厅中说话。既然五位都来了，一起去见包大人吧。启禀大人，现空到吴蜀道。
叩见包大人。五位请起。谢包大人。卢方率献空岛五属向包大人投案请罪。白玉堂进宫盗宝，你们4人有何罪之有？回包大人，我们兄弟5人同生一气，生死相依。倘若五弟有罪，我等情愿同罪。江湖中人难道都如此义气？回大人，江湖中人义字当先，对他人来说或许言过其实，可献空岛五属却称得上是义薄云天。所谓儒者以文乱法，侠者以武犯禁，如今看来却也未必尽然。白玉堂虽莽撞处罚在先，却勇于认罪于后。你们兄弟4人虽未处罚，却因义之所至，甘愿同罪。若依本府，五属当为无义。谢包大人谬赞。大人，莫非皇上赦免了白玉堂之罪？不，本府虽对武艺赞誉有加，但白玉堂犯法却是不争事实，自当泾渭分明，不能混为一谈。包大人言之有理，我们兄弟听候判罚。白玉堂虽有罪在身，但皇上以人数为怀，其以戴罪立功，若能将功折罪，或可免去刑责。这如何戴罪立功？还请包大人明示啊！公孙先生，是。大人正在追查一桩重大案件，唯一的关键人证不日便到达京城，唯恐在途中遭奸人灭口，所以请你们五属保护进京，这便是大功一件。草民兄弟5人愿听包大人差遣。好，本府已派人前去接人，公孙先生自会说明接应之道。时间紧迫，即刻启程。是。五位一路顺风。张大侠协助之恩，吾属用之不忘。好说，请吧。二位为何不走了？公公啊，请留在车里，不要露面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可是冲着我们来的？两位可是包大人座前张龙赵虎？请问五位是哪路英雄？有何见教？献空岛五属奉包大人之命，前来接应2位同返京城。
这是公孙先生亲笔信函，请二位过目。谢谢的东西。公公，吃点东西吧。对，吃喝完毕，我们还要赶路呢。老人家，多少还是吃一点儿，否则路上饿了再吃，多有不便呐。多谢几位英雄前来护送，实在是愧不敢当啊！您是包大人的重要人证，在下兄弟奉包大人之命前来保护，又何必言谢？对了，什么案子要你作证啊？这事关重大，请恕我不便说呀。那有什么？难道我们几个兄弟还会四处瞎说吗？这好了，四弟，包大人的案情我们不需要知道，何必让老人家为难呢？不错，四哥，你我唯一的任务便是让老人家安全无虞地回到京城。怎么会有官兵设下路障？这种荒野官道有什么大事儿？我看他们是吃不饱撑的，没事干。没那么简单，四哥，后面招呼一声。你们过来，接受盘查。这位长官，我们只是路过。本官奉令追查亲密要犯，任何人都要经过盘查。倘若我们不往前走呢？不走也得查。倘若我们不让查呢？大胆！你们敢抗拒盘查，本座立刻下令拘捕你们送官。凭你们还办不到？你去吧。你们是哪里的官差？这你不必知道。此地离开封城不远，应该是开封府的辖地。可是你们并非是开封府的人。你怎么知道本座不是开封府的人？如果你是，你就该认得我。哦，你是什么人？开封府包大人座前侍卫赵虎。哈哈哈哈，好极了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上！哎呀，这！我就知道你们不是真的官兵，果然没有料子。我要的是马车里的人，识相的立刻离开，还可以保一条活命。既然你们不是官府中人，想必是来自江湖。不过，
如果你知道我们是谁，恐怕就不敢这么说话。哦，阁下又是什么人呢？金毛鼠白玉堂。你不用看了，陷空岛五鼠全在此，你还想拦我们吗？五位都是江湖豪杰，何必淌这官府的浑水呢？在下也是受人之托，还请五位不要插手。你错了，这件事陷空岛五鼠管定了，你最好让我们过去，要不凭本事把我们留下。在下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不挡人财路乃是江湖规矩，彼此日后还要再见面吗？不，像你这样只管拿钱办事，不问是非黑白，根本就是江湖败类。谁说要跟你再见？白玉堂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白某人偏偏就是这个脾气。你五鼠再有能耐，也未必敌得过我人多势众啊！你就试试。好，一个也别放过，给我杀！三哥开路！什么？没拦住陈琳？奴婢该死！抬起头来！包拯不过派了2个人去接陈琳，你竟然会拦不住他？奴婢没想到包拯会派江湖人陪同保护，他们的人武功高强，奴婢的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江湖人？这包拯居然和江湖人串通一气，看来他是早就有了准备。陈琳如今人在何处？他已经进了开封府。陈公公辛苦了。不，包大人信中所说之事，关乎至深至大，咱家哪怕跋山涉水，也要立即赶得来呀。只是途中竟会遭人伏击，却让公公受惊了。没事，有陷空岛5位英雄保护，咱家安全得很。包大人，那位真的在开封，而且正在府衙之中。包大人，能否让陈琳立刻前去拜见？不急，老夫人正在午休，公公也稍事梳洗歇息，稍待本府自会陪公公一道前去，如何？咱家随时静候包大人通知。张龙、赵虎，大人，大人，领陈公公客房休息，并请陷空岛武艺厅中说话。是。谢包大人。大人，如今白玉堂已将陈总管安全带到京城，大人可要带他进宫面圣？不，时机不宜，还是将老夫人之事了结之后，
再去不迟。是。见包大人，无畏秦旗，谢包大人。陈公公安然抵京，无畏功不可没。包大人有令，草民兄弟岂敢不遵？幸喜人证无恙。包大人，包大人可知伏击拦路的是何人所指使？陈公公是本府侦办重大案件的人证，那指使伏击之人自然与本案有关，只是如今尚在查证阶段，本府不便透露。包大人办案有用得着我们草民兄弟之处，请尽管吩咐，我们定当全力以赴。对，包大人只要招呼我们一声就行。不敢有劳无畏，此案牵涉太广，无畏不宜介入。包大人，你也太瞧不起我们了，有我们加入，保证能帮包大人立刻破案。二弟，不得无礼。二哥，包大人不要我们介入此事，必有缘由，我们听命就是了。哎，并非本府不愿领情，只是无畏介入，虽然对本案有所助力，却也可能因此而引人注意，反而有碍办案，届时岂非适得其反？包大人可否听白玉堂一言？请讲。陈公公返京途中，对方伏击不成，势必会再度尝试。陈公公虽已在开封，却仍处险境。倘若仅留白玉堂一人暗中保护，既不会妨碍包大人办案，又可确保人证安全。如此一来，岂非两全其美？大人，白武侠言之有理。虽然展护卫在府中，毕竟分身乏术，倘若白武侠从旁协助，当可确保无事。大人也可专心办案，而无后顾之忧。公孙先生所言甚是。既然如此，白玉堂一人留下便是。谢包大人。老五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！结果你一个人留下来，我们几个还得回陷空岛，什么热闹也看不了。就是啊，我们也不走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武帝留下来是对包大人办案有帮助，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？武帝留下来不但对包大人有帮助，对自己也好。徐三侠毕竟看得透彻，包大人要白武侠将功赎罪，保陈公公进京。若是再能确保他的安全，日后大人在皇上面前就更好说话了。公孙先生，白玉堂此举并非只为了将功赎罪。哦，南侠都能因包大人为官清正而仗义投身官府，白玉堂为何不能略尽心力？休说只是为了保护陈公公，便是赴汤蹈火，亦在所不辞。白武侠豪情一举，公孙策由衷佩服啊！武帝，大哥可是觉得小弟与之前大有不同？不错。以前你一直心高气傲，更不屑与官府为伍。如今看来，好，做大哥的以有你这样的兄弟为荣。小弟惭愧。好极了，老五，真有你的。二哥也就不再啰嗦了，这就乖乖的回陷空岛去。多谢二哥。哎，五位啊，五位，为防人耳目，还请白武侠与各位一起离开府衙，再悄悄转回来，方能收暗中保护陈公公之效。公孙先生顾虑周到，白玉堂谨遵台命。哈哈，告辞。
这一颗小小的金丸，竟然会是日后被封为皇后的凭证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母以子贵，虽说是传统，可是也太没道理了。孩子临盆还早，妹妹何必又想那么多呢？如果真的生了儿子，皇上真的会封皇后吗？君无戏言，当然会了。我想，只要我们的孩子平安降生，健康快乐的成长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姐姐比我先怀孕，自然会先生。那么将来，姐姐就是皇后了。现在生男生女还不知道呢。就算生了儿子，被立为太子又如何呢？你我姐妹情深，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，太子是谁生的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可是太子毕竟只有一个，皇后也只有一个啊。妹妹，听我一句，权势富贵固然迷人，可是安详和乐更为重要。我们何其幸运被选入宫中陪伴皇上，可我们又何其不幸与家人断绝往来。身为贵妃，我们生活无忧，享尽荣华，比起大多数人更是天壤之别。妹妹，所以只要我们生活的快乐、健康、平安，谁是太子，谁当皇后，真的一点都不重要。妹妹，你说呢？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如何？那些江湖人已经离开，开封府一切正常，并无异样。看来他们正在密谋对策，随时可能有所行动。娘娘，奴婢从头到尾的仔细想了一遍，这实在不明白他们又能对娘娘如何呀？怎么说？当年是先皇下旨赐死李妃，这火烧冷宫是总管秦凤自己干的。这狸猫换太子，只有寇珠参与其中，而寇珠却又早已命丧九泉，他们怎么追也追不到娘娘身上啊！郭淮，你跟着哀家30几年，竟然会如此懵懂。请娘娘明示。全案最为关键的一点是，当年那被换去的小太子下落何方？这如今即可断定，当年寇珠非但没有将太子掐死埋葬，反而交给了陈琳，随后他便去了八王爷府，而八王爷如今更参与此事。娘娘，那么
太子当年是交给了八王爷，可是这20多年都过去了，可太子他从来没有露过面呢。如果当年那个小太子活了下来，如今该有多大岁数了？27、8岁吧。不错，正与皇上同庚。难道不无可能？娘娘，要是果真如此，那岂不是大事不妙吗？这正是事隔20年之久，李妃和陈琳会相继回到京城的主要原因。奴婢陈琳叩见娘娘。陈公公，快快请起。谢娘娘。奴婢安排适当，让娘娘流落民间20年，奴婢罪该万死，请娘娘恕罪。公公不要自责，当年若不是公公冒死相救，哀家又岂能活到今天？小太子如今已成为当今皇上，一旦母子团圆，娘娘的旷世奇冤便可昭雪，也不枉娘娘忍辱多年呐。若没有公公的常年护佑，皇上也不能够如此顺利茁壮成长了。赵氏一族亏欠公公的太多了。奴婢不敢居功。陈公公忠心耿耿，皇上也感怀在心，否则也不会以亚父尊称了。哎呀，陈琳一个奴才，有何德何能，敢当此尊称啊？陈公公的忠肝义胆，后世自有公平。眼前本府有若干的不明之处，还请公公示意。包大人尽管提出，陈琳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好，本府要问的是，当年公公奉旨赐死，却按住娘娘逃出宫去，如此重大之事，为何不向八王爷禀报？八王爷既知狸猫换太子之事，公公为何还要对他有所隐瞒呢？并非咱家不敢禀报八王爷，只是当时时机紧迫，不及禀报。再者，以八王爷的脾气，必会据理力争，而先皇怒气未消，必不听谏。如此一来，反倒毫无退路了。所以咱家本想待事过境迁再禀明八王爷，怎奈娘娘出宫之后，竟断了消息，音信全无。唉，也真是造化弄人，谁知道接应之人会在途中突然病死，哀家因此与秦凤也断了联系。娘娘下落不明，而冷宫的一把火已将假扮娘娘的于中烧得尸骨难辨。当时并无人怀疑娘娘依然健在，斟酌再三，我只得对八王爷隐忍不说。陈公公，后来皇上继位，大权在握，陈公公因何没有伺机向皇上奏明当年往事呢？皇上不明身世真相，对刘后已有母子之情啊。且事隔多年，人事全非，单凭陈琳一人，又如何能将此事揭穿呢？万般无奈，只得告老还乡，远离京城啊。
换做任何人，恐怕也无能为力。本府尚有一事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娘娘逃离后宫当夜，冷宫当即遭到火焚，想必不是巧合。不知陈公公可知其中内情？冷宫失火，乃是秦凤自焚呐。你待怎讲？当郭槐验过尸首，离开冷宫之后，咱家愈想愈担忧。没想到，还真的把郭槐给瞒住了。狱中这条小命儿，总算没有平白牺牲啊。公公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瞒得了郭槐，只说明在后宫没人知道是于中假扮了李娘娘，那就行了。明儿一早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就把这尸首送出宫去了。然后呢？交开封府收敛埋葬啊。问题就出在这儿啊！开封府必然依法验尸而后埋葬。于中和你我一样都是阉人，可是男女毕竟有别呀，能瞒得过府里的仵作吗？这一旦仵作发现真相，必向宫中回报，郭槐还是会知道。哎，怎么办呢？嘿，公公，你有办法吗？百密而一疏啊，如今也无法可施。但愿在他们发现真相之前，娘娘已安全脱身。可是他们却会找上我们。不错，他一定会将我们举发，公然违抗圣旨，私纵娘娘出宫，恐怕死罪难免呐。秦凤，咱家虽死不足惜，只是却拖累了你呀。不，祝娘娘脱困出宫，乃秦凤自愿。如果因此而丢了性命，也可以和于中作伴，至少不会让他专美于前。好，你们两个都让人敬佩。只可惜，娘娘虽逃出宫去，被扣上抗旨潜逃的罪名，或许永远也没有平反之日了。我有法子了。哦，你快说。仵作验尸必须有尸可验，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毁尸灭迹。话虽不错，可是郭槐再三交代要你看顾尸体，一旦毁尸灭迹，他仍然会找上你，而且必会怀疑你毁尸灭迹的目的。我有把握，叫郭槐不会怀疑，也无从追查。事关重大，你必须说明用什么法子。今夜3更，冷宫会有一场大火，火场之中只有2具焦尸，一具是李娘娘，另一具是冷宫总管秦凤。你书都是死，就让我死
死的值得些。秦凤，请受我一拜。公公，只请公公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，请公公务必保娘娘有朝一日平反沉冤，让秦凤于中死而无憾。秦凤留下了宫外接应娘娘之人的联络方法，当夜冷宫起火，我没敢去火场，怕的是难掩悲伤露出痕迹。秦凤虽死，却掩盖了真相，没有让郭槐起疑。原本以为只有于中一人因我而死，谁知道连秦凤竟然也……哀家只怕永远也无法报答他们。娘娘，包人以为他二人死得其时，也死得其所。娘娘若是将他们长记在心，想必他们也能瞑目了。陈公公，学生有疑问想要请教。公孙先生，请说。当年与郭槐狼狈为奸的首席产婆尤氏下落如何？陈公公可知晓啊？咱家当时暗中查过，只知道他出宫不久便被人劫财杀害，官府也登录无误啊。显然是杀人灭口。然而还有一人最为关键。包大人所指何人？寇珠。对，寇珠当年可是皇上的救命恩人，而且哀家在打入冷宫时，他刚开始还经常去看我，可是没过多久就没再出现过。陈公公，寇珠如今还安在啊？这，陈公公，寇珠可说是此案关键，对大人平反此案帮助甚大。不错，若是能有寇珠的证词，远胜于其他。莫非寇珠竟然也……本府明白了，陈公公，寇珠的情形与此案关系重大，公公恐怕不能不说。寇珠虽然年轻，却让人敬佩啊。娘娘被打入冷宫之后，先皇迷上了丹药之术，连金华宫都许久不去。刘皇后圣诞之日，指派咱家前去送礼。离开金华宫时，竟遇见了寇珠。公公，此地无人，公公放心。寇珠，咱家不是说过你我尽量不要见面，以免起人疑窦，你为何偏要来见我？公公，情势紧急，寇珠不能不向公公禀报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几天寇珠常偷着去冷宫探望李娘娘，谁知道竟然被郭槐发现了。啊！你这个丫头真是的，这不是找麻烦吗？寇珠是因为不忍心叶娘娘受委屈，所以……哎，你赶快向郭槐认错请罪，任他处罚，相信不会有什么事的。不，他已经起了疑心，甚至追问我当初把太子的尸首埋在什么地方。啊？他想干什么？他打算挖出尸骸，确认无误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我推说记不清楚，胡乱指了几个地方。不行，这迟早会被他发现。寇珠明白，来找公公是要公公多加小心，不能把太子的去向透露出来。咱家当然不会说了，只是你，寇珠也绝对不会说。他一定会用刑逼迫。万一你熬不住酷刑，岂不是前功尽弃吗？公公，我不会给他机会。怎么说？我会尽量忍，实在忍不住，寇珠会矢口否认，以死明志，让他认为的确是冤枉了我。哎呀，你这个丫头啊！公公，一定要尽全力保护太子长大成人，寇珠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寇珠啊，公公保重。寇珠不过是金华宫一名小小的程御侍女，竟然会有如此惊天动地的气魄。陈公公，那寇珠后来究竟如何？寇珠虽然意志坚定，却令我一直忐忑不安呐。唯恐他熬刑不过，求死不能，而供出太子去向。于是每日前往金华宫打探究竟。见过陈公公。郭总管可在宫中？回公公，郭总管陪娘娘在御花园赏花呢。啊，这是皇上要咱家给娘娘送来的点心，娘娘回宫之后立即呈奉。是。哎，怎么捡这个时辰清扫？皇上随时可能驾临，若是冲撞了圣驾，那还了得？回公公，是郭总管临时交代的。哦，为什么？昨晚有一名程御撞柱自尽，留下了血迹，郭总管交代要立刻清洗。竟然有人在宫中自尽，那岂不是惊吓了娘娘？所以郭总管才陪娘娘去花园散心。你可知那名程御是因何自尽的？啊，听郭总管说是思乡心切，想逃出宫去，被抓回来之后畏罪自杀。哦，她叫什么名字？寇珠。好一个忠心刚烈的奇女子！又是一条为了哀家而牺牲的无辜生命，哀家亏欠他们真是太多了。既然寇珠是自尽身亡，想必没有泄露太子的下落。的确如此。寇珠既然已死，他们自认天衣无缝，而狸猫换太子的阴谋永远也不会被揭穿，故而不再追查，这才使太子得以安然无恙地在宫中成长啊。只是如今，非但会揭穿30年前的谎言，他们更会因此而付出代价。陈公公，本府对此案的疑点均已厘清，多谢公公指点。咱家只要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旧案平反，奸人伏法，也就不枉此生了。届时还要请公公作证对质。臣您静候包大人传唤。宝琴，臣在。何时才是时机成熟？回娘娘，包拯今夜详拟对策，明日开始立即着手，务必尽快
还娘娘一个清白。奴婢郭淮告进。娘娘，您还没安歇呢。哀家怎能睡得着啊？娘娘，奴婢已有个万全之策，请娘娘宽心。哀家不知还能有什么办法，你说。李妃陈琳若不在人世，想必八王爷也不会旧事重提。如今他们两个都在开封府，奴婢派人今夜就去把他们两个斩草除根。陈琳进京你都拦不住，更何况开封府还有展昭在。那些江湖人早已离开了。一个展昭他分身乏术，奴婢只要杀掉他们其中一个，他包拯就难以翻案了。若是刺杀不成，岂不反成了包拯的口实？那就连包拯一块杀。大人可是已有对策？寇珠、秦凤、于中。甚至于加上产婆尤氏，有4条人命牵扯其中。如今已不单是为娘娘平反，而是涉及无辜命案。本府明日一早立刻去见八王爷，开始侦办。哪里走？大人，请留在屋里，不可出去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有刺客。站住！来是何人？有人进府行刺。老夫人放心，有我们在。老夫人，展大人就在门外，谁也休想闯进来。守住房门。是。你们绝没有机会得逞。什么人前来行刺？对象是谁？回大人，来了几十名黑衣人，分批往不同方向而去。他们的确是有备而来，目标应该是针对老夫人和陈总管。他们是要杀人灭口，让本府死无对证。快走！白玉堂在此，你们修中了调虎离山之计，去保护包大人。这里就交给我。走！你们还等什么？动手吧！谁？是我。大人，外地的情形如何？展大人和张龙赵虎保护老夫人，白玉堂在府衙门口挡住刺客。你为何不带人前去助一臂之力？白玉堂担心刺客调虎离山对大人不利，属下已将衙役派驻在书房外。他们这是孤注一掷。
你们这些拿钱办事的杀手，根本就是江湖败类。今天碰上我白玉堂，算你们倒霉。詹某不想多伤人命，你们放下武器，束手就擒，或许还能免于一死。娘娘受惊了。哀家还好，可是他派来的人，刺客只是受雇的杀手，并不知道是何人主使。不会错，一定是太后指使的。否则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对我们下手呢？话虽如此，却无法证实。不过，可见太后对娘娘的身份已经不仅是怀疑，而是确认了。难道他在宫中看出了破绽？公孙先生可有看法？大人，学生以为，无论太后是如何得知娘娘的真实身份，派人拦路截杀陈公公于前，又潜进府衙行刺在后，再显示太后不择手段的意图，就是阻止大人揭发狸猫换太子的旧案。不错，倘若不尽快着手侦办，只怕会有更激烈的手段出现。正是。娘娘，府衙之中有斩护卫于白玉堂，足可确保安全。明日，包拯与陈公公便去见八王爷。此案若想顺利侦办，彻底平反，非八王爷不可。否则，恐怕更多的阻挠会如排山倒海而来。若不是有你在，陈公公只怕已遭人毒手。只要包大人不嫌弃我再次妨碍办案就行了。包大人早知道你会有所帮助，只是你并非官府中人，不便主动相邀罢了。哦，那包大人倒还看得起我白玉堂。不过你一个活口都不留，别怪我。就算留下了活口，也问不出是谁指使。他们都是拿钱办事的杀手，既不问出钱的是谁，更不管该不该杀。仗着会点武功，连老弱妇孺都不放过，这些人根本是死有余辜。毕竟还是一条性命，往后还是手下留情。哦，这有点不像江湖人的作风啊。是受包大人的影响吗？詹某曾经是闲云野鹤，仗剑江湖，快意恩仇，过得也是刀口舔血的日子。但认识包大人之后，对人命的看法已经有所不同。正如包大人所说，人命关天，这也是包大人断案判刑最在意之处。也许包大人认为人命关天，可是那指使行刺之人，恐怕就不这么想了。奴婢该死，没想到那帮杀手根本就没用。
所以李妃和陈琳都好端端的活着。是，奴婢会再想法子。不必了。这几天哀家接连着梦见寇珠，看来他是向哀家索命来了。或许当年哀家不应该为了争夺皇后的位置，干下那些昧着良心的事。如今报应终于来了。娘娘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不能因为李妃和陈琳的出现，或是包拯插手翻查旧案，就把这来之不易的皇后宝座轻易放弃呀。不放弃行吗？当然行啊，娘娘，你可别忘了，还有皇上啊。皇上？啊，皇上对娘娘像亲生母亲一样孝敬。别说是李妃陈琳，就算是寇珠死而复生，只要娘娘您和奴婢矢口否认，那皇上相信的，毕竟还是娘娘啊。当年将李娘娘诈死，逃出宫去之事，瞒住王爷，实乃情非得已，还请王爷恕罪呀。本王又岂会料得到，其中竟会有如此的曲折。那秦凤与于中的义举，着实令人敬佩，却又令人扼腕。若非如此，又怎能保住娘娘的性命？他人求人得人，换得的是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。不错。那刘太后与郭槐，至今有以为天衣无缝，可以只手遮天，却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李妃尚在人间。不，他们不但知道，而且昨夜还派人前往府衙，企图行刺娘娘与奴婢呀。什么？幸亏展护卫与白玉堂均在，娘娘安然无恙。真是岂有此理！他们竟然想杀人灭口，真是无法无天了。好，本王立刻进宫，向皇上说明一切。王爷请慢。包大人，你前番要本王忍耐，等陈公公进京之后再去面圣。如今真相已明，又何须等待？王爷，并非包拯要等，而是必须先与王爷商定对策。事实俱在，只要向皇上禀明一切，又何须对策？王爷，皇上始终自认是王爷亲生，若是直言相告，皇上又将情何以堪？包拯以为，还是循序渐进，婉转秉承较为妥当。不错，如果要他立刻接受，的确也太残酷了一些。此外，皇上仁厚孝敬，对刘太后敬之若母，如今却在一夕之间，太后竟成戕害生母的罪魁元凶。面对如此局面，皇上势必难以承受，无法释怀。陈琳，奴婢在。皇上自幼进宫，便由你陪伴成长。依你之见，皇上将会如何呀？回王爷，生育之恩与养育之情对皇上同等重要。奴婢认为，除非是刘太后坦诚罪状，
否则皇上是绝不会忍心降罪的。哼，要他认罪，谈何容易？王爷，若要拿郭槐认罪，却并非不可能。包大人是要从郭槐身上着手？正是。那郭槐做贼心虚，定然不肯由包大人传唤审讯。刘太后心知肚明，也绝不会放人。包大人又如何能让那郭槐认罪呢？包拯道理一解，只是必须陈公公协助才行。包大人，有用得到陈琳之处，尽管吩咐。若用此计，陈公公先得进宫面圣。亚父，坐。亚父，你是何时回京的？回皇上，奴婢昨日才进京。自从亚父告老还乡，朕总是不习惯，总觉得身边少了些什么。奴婢也是每日记挂着皇上啊。亚父回京是来看朕的？除了向皇上请安之外，奴婢也是受人之托。哦，有人托亚父回京办事？奴婢是受人之托，前往开封府向包大人告状的。告状？包拯可曾受理？包大人虽然受理，可却有爱难之处。哦，包拯一向公而忘私，是什么样的案件让他也觉得爱难？奴婢家乡有一对老夫妇，他们的女儿寇珠自幼进宫，充任宫娥。20年前无端于宫中亡故，老夫妇哀痛莫名，领回遗体，却未获宫中抚恤补偿。如今年事已高，无力谋生。知道奴婢曾任职宫中，特央人请托，奴婢碍于情面，只得应允呐。既然是20年前的旧事，亚父为何当初不提出来呢？回皇上，乡野村民无知无识，既不敢告诉，又投诉无门。如今若非生活所迫，也不会旧事重提，请奴婢帮忙了。此事倒也好办，只要包拯查明属实后，行为内侍省，自可按规例补偿。包大人也是这么说，可是要查明属实，却需传唤人证，包大人就难在这儿。哦，难道内宫不肯配合？倒也不是，只是当年寇珠隶属金华宫，如今郭公公已随太后娘娘转任至仁寿宫，总管后宫。包大人担心郭槐不会为如此琐事前往开封府应讯。嘿，包拯何时变得如此诸多顾虑？宫人家属既有需要，郭槐理当协助调查，去一趟府衙又如何？只恐太后那边……母后一向讲理，要不朕命人前去通知郭槐，要他依包拯传唤前往府衙如何？谢皇上。亚父回京住宿何处？要不还是回宫里住吧，这样朕也可与亚父多做亲近。回皇上，奴婢既然受托前来告状，还是住开封府较为方便。一旦了结此案，立刻进宫服侍皇上。好，朕就等你入宫。奴婢遵旨。
大人妙计，皇上下旨，郭槐他不敢不来。他要是来了，咱家倒要听听，他还能有什么说辞？郭槐虽然不敢不来，本府也的确会将狸猫换太子一案提出审讯。但若郭槐矢口否认，却也不能就此定谳，仍需设法取得他的供状。包大人有把握让他招供吗？如今言之过早，还待静观其变。要你去开封府应讯，皇上怎会下这样的旨意？都是那陈琳使的小计，让皇上误以为只是让奴婢去做个见证。什么见证？证明寇珠当年乃是在宫中身亡。寇珠，娘娘放心，那陈琳只是假借寇珠家属请求抚恤补偿之名，奴婢就成全他，交内侍省拨点银两就可以结案了。难道包拯不会利用此案牵扯出当年旧案吗？娘娘请放心，奴婢自有办法让他包拯白费心机。不，包拯人称青天有名的断案如神，你不能去冒险。哀家去见皇上，请他收回成命，免除你去开封府应讯。娘娘不可。有何不可？奴婢若是不去，那岂不显得心虚？包拯势必就会借机大做文章，借题发挥，甚至在皇上面前扯出旧案来，你反倒顺了他们的心意呀。倘若你去了，难保不会陷入包拯问案技巧，落入圈套的。娘娘，奴婢自会掌握分寸。一旦包拯提及狸猫换太子一事，奴婢就会矢口否认，任他包拯如何断案如神，也难从奴婢口中套出半句话。倘若他对你用刑，受刑不过，你必定还是会招供。娘娘，包拯他一向以清官自诩，而不耻于动辄滥用三目之刑的酷吏，奴婢相信他不会动刑的。若是他一反常态，真的用刑，你又当如何？他若是严刑逼供，奴婢事后也会翻供，依旧让他白忙一场。哀家还是难以安心。娘娘，奴婢去开封府应讯用不了多长时间。倘若娘娘还不能安心的话，这入夜之后，奴婢若是还没回宫，娘娘再去向包拯要人也不迟啊。好吧，你自己要当心。谢娘娘关心。既然是非去不可，就别让包拯小觑了你。带着后宫的卫队同去，也好壮壮声势。是。少时郭槐必是有备而来，要想从他口中取得供词，绝非易事。不知公孙先生有何看法？若非皇上下旨，郭槐必不肯前来。错过了这次机会，若想再传他，恐怕难上加难。若依学生之见，又在必要之时，大人不妨考虑用刑。不，用刑逼供乃是下之策，即便因此取得供证，也难以服人。再者，用刑腐烂，往往造成冤案。开封府乃是金鸡要地，又岂可助长此风？大人，请恕学生直言。所谓通权达变，面对如郭槐之辈如此重大之案，
若不用刑，恐怕无法让他俯首认罪，令案情真相大白。正因为郭淮并非一般的刁民恶吏，李毛换太子一案更非一般刑案，所以更要谨慎，稍有不慎，必生争议。轻则难以平反，重则动摇国本。公孙先生，你我必须绞尽脑汁，另谋良策，让那郭淮伏法认罪，而不能依仗3目之刑受人口实。是，学生明白。大人，包大人传召，有何吩咐？本府今日有一重大案件待审，审得清，则可平反义庄冤案；若审不清，恐连本府都将遭到牵连，难以幸免。故而急需您2人鼎力相助。白玉堂本非官府中人，本府不便透露案情。包大人不必顾忌，白玉堂不需要明白案情，大人只需要交代我干什么即可。好，老夫人的安危就由你来负责，若有其他需要，再知会于你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属下要做什么？郭淮此来，若不能让他俯首认罪，将永无第2次机会。因而，一旦郭淮进府，本府必将问个水落石出，否则不会让他出府。属下明白。展护卫还要确保，在审讯期间不能有任何外人入府干扰。大人放心，属下保证将开封府变成铜墙铁壁，滴水不漏。公公请。压轿。站住！来者何人？咱家是后宫的郭总管，他们是后宫的卫队，你难道看不出来？请稍后，等待通报。岂有此理！咱家是奉圣旨而来，岂能在这里等什么通告？郭总管，久违了。展护卫。展护卫，郭总管奉旨而来，怎可怠慢？是，郭公公，请。慢着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他们是后宫的卫队。包大人可曾传讯他们？他们是咱家的随行卫队。詹某明白了，原来公公奉旨而来，乃是传宣皇上旨意的。不，咱家是奉旨前来包大人的公堂应讯的。既是前来应讯，依府中规定，不得有闲杂人等随行，还请郭公公包涵。
你们就在外面等候公公吧。展护卫，后宫有后宫的规矩，衙门也有衙门的规矩。若是郭总管无人随行就不入府，詹某也不敢强人所难。请回吧。哼，咱家既然来了，岂有回宫之理？你们退下吧。是。郭总管，请。不敢。展会。郭公公亲临开封府，协助本府审案，在此谢过。好说，包大人既然用得着咱家怎能不来啊？只是如何？陈公公为了一点小事就惊动圣上下旨，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？郭公公言重了，咱家只是向皇上请安了。皇上问起为何进京，咱家岂敢隐瞒？至于皇上是否下旨，郭公公是否愿来，那就与咱家无关了。哼，你明知咱家若是不来，就是有抗旨之罪，又何必故作姿态呀？如今郭公公既然来了，又何必多做计较？再者，既是昔日宫人家属来告，郭公公于情于理都该施以援手，助其脱困。不知郭公公以为然否？那是当然，咱家就是为此而来呀。本来就不该惊动皇上下旨啊。那好，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相关事政可曾齐备？回大人，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就待大人升堂了。且慢，郭公公可有见教？包大人，虽然是20年前的旧案，咱家也会证明确有其事。只要开封府行文内侍省，咱家要他们拨款抚恤慰问家属，即可结案。包大人就无需再升堂审讯了。郭公公此言差矣。凡事没有规矩，何以定方圆？若不经过堂训，如何立案？如何成案？又如何结案？本府向来依法行事，又岂能私相授受，草草结案？这稍时公堂之上自有堂规，为厘清案情，恐有失礼得罪之处，还请2位公公不要见怪。包大人，公堂之上所言皆是公事，咱家自然绝无异议。咱家既然是应信前来，那当然是应该由包大人说了算。那好，既然如此，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在，传令升堂。是。本府今日审理的，乃是20多年前宫中一桩旧案。前内侍省首领太监陈琳，受苦主家属委托，
是为原告。后宫太监总管郭槐列为被告。包大人，咱家是前来应讯作证的，这如今却怎么成了被告？苦主寇珠当年身亡之时，任金华宫承御之职，当时你乃是金华宫总管，自当列为被告。包大人，原告未必有理，被告未必有罪，你又何必担心？公堂之上，一问一答都有记录。两位既是原告、被告身份，本府不用官称，而直呼其名，还请担待。陈琳，包大人，你状告何事？仔细说来。多年前，金华宫承御寇珠无端身亡，金华宫却未依公例慰问家属，发放恤金。如今寇珠父母年迈贫苦，难以为生，委托咱家状告金华宫，请求补发恤金。郭槐，包大人，你可有说辞？包大人，当年寇承御乃是自尽身亡，因此未予抚恤。如今家属状告咱家，也不给予刁难，退堂之后立即补办补发就是。当年那寇珠是因何自尽？包大人，这已是20年前的旧事，又何须再提？如今咱家已经答应立即补发恤金，包大人即可结案，就不必再细问了。不，恤金虽是由后宫发放，却也是民脂民膏，朝廷公堂，当发就发，不当发又岂可胡乱发放？若是不能问明缘由，本府又如何结案？包大人啊，郭槐，那寇珠究竟是什么原因自尽身亡？包大人啊，这些陈年旧事，咱家本不想再重提。既然包大人执意要问，咱家也就只好实话实说了。当年寇珠不耐宫中寂寞，思念家人，竟然逃出宫去，却被抓了回来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！后宫戒备森严，你当真就以为能逃得出去吗？啊！现在倒好，被抓了回来，你让咱家怎么办呢？公公，寇珠实在是太思念家人了，请公公大发慈悲，让寇珠回去吧。宫门深似海，入得出不得，不到年迈退休，谁也休想离开，就连咱家也不例外。咱家就是想帮你，也帮不上啊。寇珠实在是不能再待在宫中了，否则一定会发疯的，请公公成全。侯珠啊，咱家实在是爱莫能助啊，你就尽量忍耐些吧。这2天，咱家也不怕你差事，你好好休息啊。这一回逃宫之罪，咱家也不再追究，你要好自为之啊。公公，寇珠已经不能再忍了。公公如果不帮我离开，我
你打算如何？我就不活了！哎呀，寇珠啊！可怜呐，一条年轻轻的生命就这样香消玉殒了。哎，咱家实在是不想再提呀。郭槐，你简直是信口雌黄！陈琳，本府问案，不得任意开口。郭槐，倘若你所言属实，为何本府派人遍查当年进宫门卫日志，却并无寇珠潜逃出宫被捕纠办的记载？包大人查了门卫日志，本府审案之前当然要查。回本府问话。当时咱家唯恐坏了金华宫的声誉，刘妃娘娘，也就是当今太后，一向最重公誉，咱家是怕被责罚，所以要求门卫隐瞒不报。哦，是吗？倘若包大人因此而追究咱家失职，咱家坦诚不讳，只是该由内侍省惩处。这开封府似乎就无权干涉吧？不错，本府的确无权干涉。然而，那寇珠身亡之后，遗骸却必须送出宫去，交开封府验尸定验。本府直司开封府府尹，恰恰有权干涉。公孙先生。是。历年来，开封府文书案卷均有归档移交。经查，金华宫承玉寇珠，乃是因为头骨遭撞击破裂，流血致死。那的确是他自己撞的。郭槐，目前并无人认为寇珠是他杀。你又何必急于解释？是咱家多言了，包大人勿怪。公孙先生说下去。是。验尸单上明白记载，尸身上有多处外伤，疑似遭皮鞭抽击所致。显见，死者在生前曾遭人施以鞭刑。哦，包大人，这寇珠身上为何出现鞭痕，咱家实在不知啊。或许是旧伤痕招仵作误判所致啊。就你适才所述，当年你非但未曾责罚寇珠，甚至对他安慰有加，更遑论对他用刑了。的确如此，包大人明鉴。启禀大人，尸单上还另有记载。说。是。从血渍的情形以及伤口来研判，仵作断定，鞭伤与头骨破裂致死，乃是同一时间造成。不可能！郭槐，本府倒要听听你作何解释。包大人，咱家的确没有对他用刑，或许是仵作验错了。你或许不知官府中的规矩，本府不妨告知于你：仵作验尸程序周密，除仵作本人，还需有相关衙差从旁见证，签押为凭。入殓之前，更有他人复验，一切无误之后，方可结案。其所以如此繁复，原因无他，只因人命关天。你说仵作验错，本府却可断言，
在经济重镇的开封府，几乎全无可能。包大人，适才，你为何要言谎？你为何要对寇珠施以酷刑？他可是受刑不过，宁可求死。你又为何要以酷刑将他逼死？凡此种种，原因究竟何在？你若不将当年情形照实说来，休怪本府不讲情面，依法论罪。包大人啊，这事隔20多年，咱家实在是记不清啊。可是咱家的确没有说谎啊。当年寇珠是因思念家人，潜逃出宫，咱家何必对他用刑，更何必逼他自尽呢？哼，那寇珠究竟是自尽，亦或是遭人杀害，尚未可知。你如何证明寇珠是思念家人而宁可自尽？包大人若是如此说，那么咱家也想反问包大人，如何证明寇珠他不是思念家人呢？很简单，当年那寇珠入宫之前，根本是个孤儿，何来家人思念？哼！本府诈称寇珠家属为抚恤赔偿上告而将你引来。本府真正要审要查的是，你为何要对他严刑逼供，置他于死？你竟然设计咱家！咱家立即回宫，请太后娘娘做主。站住！今日你来得去，去不得。包大人，难道你想把咱家强行扣住？即便如此，又有何不可？哼！包大人，你可别忘了，咱家可是后宫的总管，要动咱家，你得先问问太后娘娘。郭槐，若你以为搬出太后就可让本府却步，那就大错而特错。如今你乃是本府审理侦办的杀人凶犯，本府依法将你扣押，便是在皇上面前，本府也毫不退缩。你还想心存侥幸不成？包拯，你来人呐！在，将那嫌犯郭槐押入大牢，严加看管，听候本府再审。是。郭槐郭总管应包大人之邀，留在府衙继续聆讯。你们可以先回去了。包大人，为何不继续审下去啊？郭槐在应答之间，显然是有备而来。关于寇珠自尽身亡一事，更是早已设下说辞，可见此人刁钻沉稳，兼而有之。若是逼问狸猫换太子一案，必定无功而返。大人将他以杀人嫌犯关押在大牢之后，采用的乃是攻心之策。一旦他身陷困境，或有可能慌乱失措，从而突破其心防，促其认罪。哦，此举能有效吗？当然有，然而却要请陈公公辛苦一趟。包大人
要咱家做什么？本府要请陈公公去大牢探监。公公请。嫌犯就关在这儿。老头，你们先出去，让咱家和他单独谈谈。是。走吧。郭槐，你没想到也会有今天吧？哼，你不要得意的太早，迟早保证他得放我出去。到时候你再看看，到那时是谁在得意。可惜你恐怕是出不去了。你凭什么说我出不去啊？凭你是害死寇珠的凶手。寇珠分明是撞柱自尽，谁能证明我是凶手啊？如果你不把他自尽的真正原因说出来，谁又会相信你？呀，陈琳呐，陈琳，我看你是白费心机了。此话怎讲？你在皇上的面前编造谎言，把我骗了。包大人又煞有介事的升堂审问，这目的不就是想变着法儿的把话从我口里套出来吗？哼！你想我会开口吗？啊？从你口中套出什么话来？哼！彼此心照不宣，你又何必佯装不知啊？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把话说明白。当年狸猫换太子，逼死寇珠，诬陷李贵妃的来龙去脉，点点滴滴，包大人都已查明。你若不据实供认，包大人是不会放你出去的。哼！只要我矢口否认，他又能奈我如何呀？他既然知道当年的来龙去脉，就更该知道太后娘娘是绝不会让他为所欲为的。哼！一旦太后插手向他要人，他敢不给吗？倘若在太后插手之前，包大人就把你作为害死寇珠的凶手予以处斩，又当如何？陈琳，看来你对包拯的了解还远不如我呀！一个公正廉明的包青天包大人，他岂会在无凭无据的情形之下将我处决啊？哼！这就叫做君子可以妻之有方啊！我坏！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。你的所作所为，终有一天会遭天谴。30年来，你扪心自问，可曾高枕无忧？午夜梦回之际，你难道能问心无愧？那些因你而惨死的冤魂，可是夜夜前来向你索命。引火自焚的那个冷宫总管秦凤，为李娘娘替死瞒过你验尸的于忠，还有那忠肝义胆舍身全意的寇珠，是无刻不在你脑海中出现。纵使你躲过阳世的惩治，却难逃阴间的制裁。
不会的，不会的！寇珠、秦凤，还有那个什么于中，都不是我杀的，他们不会来找我索命的。可是他们都是因你而死。或许如你所说，包大人不会将你处死，但是却会将你关押在此，直到你认罪。或许在这暗无天日的牢房里，那些冤魂就会来找你索命。保证他关不了我多久。只要入夜之后我还没有回宫，太后娘娘就会降旨要人的。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。回来，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他竟然料到本府在无凭无据之下，不会将他处决。大人，倘若他有如此想法，恐怕就不会因心生惧怕而招供。大人还需另觅他法才行啊。不过，郭淮虽刁钻狡猾，却深信鬼神之说。咱家提及寇珠的冤魂会来向他索命，似乎他颇为在意。或许，这正是治他之法。鬼魂之说，乃是渔夫迷信所致。那郭淮怎会相信若此啊？大人，举凡心胸坦荡、行为端正之人，纵使信那鬼神之说也无妨。诚如圣人所云：“敬鬼神而远之。”反之，若是心术不正、伤天害理之辈，自然就会心生畏惧了。包大人，郭淮所言，他入夜未返，刘太后便会降旨要人，这不得不防啊。公公无需担心，本府已有万全准备。哦，包大人已经将郭淮关押在开封府大牢了。正是。好，以包大人断案之能，那郭淮，不招也难。回王爷，大人却担心不能顺利审讯。这却为何？入夜之后，郭淮若未回宫，太后将会降旨进府，要求放人。那如此一来，岂非前功尽弃了吗？孤儿大人命展昭前来，请王爷务必亲往开封府走一趟。包大人要本王去？大人说，若要对抗太后遗旨，非八王爷亲临不可。好，本王明白了。郭公公，请用点酒菜。哦，
你们开封府大牢竟然会准备这么丰富的酒菜给犯人？不，这是小的特意准备孝敬公公您的。你为什么这么做呀？小的在这儿任职多年，一直没有机会升迁。小的相信公公您很快就会放出去的，还请公公多多提拔。那是啊，天黑以后，咱家自然会出去。哎，我说，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？天黑没多久。公公，请。公公，这回可以放心喝了吧？公公，好，咱家记得你了。等咱家出去之后，定会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谢谢公公，谢谢公公，请。娘娘，来人呐！娘娘，起来吧。是。郭总管回宫了吗？回娘娘，还没有。随行的卫士可有人回来？都回来了，说是包大人还要留着郭总管在那儿继续审讯。这包拯他真敢！去开封府传哀家的懿旨，要他们立刻放人。遵旨。你是来要人的？奴婢啊，是奉太后懿旨来接郭总管回宫的。本王在此做主，将郭槐留下，一切回宫去吧。奴婢可是奉了太后的懿旨啊！大胆！奴才竟然顶撞本王！奴婢不敢，只是回去接不回郭总管，无法向太后交旨啊。好，本王就让你回去有个交代。展护卫，先皇御赐金简在此，所到之处，犹如先皇亲临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本王在此待先皇降诏，郭槐留在开封府听审，不得阻挠。奴婢遵旨。若非王爷亲临，请出御赐金简，包拯只怕不得不将那郭槐释回。包大人总算有用得着本王的时候了。包拯不敢。刘太后必定不肯善罢甘休，甚至会惊动皇上。嗨，不妨事。本王就留在这开封府，直到包大人取得郭槐的供状。多谢王爷。不，这是朝廷的大事，也是我赵氏家族的大事。本王又岂能置身于事外呢？
启禀大人，学生已经全部安排妥当了。好，请王爷与陈公公在厅中稍坐，保准这便就取那郭淮的供状。包大人打算，王爷，包大人打算夜审郭淮。哦，夜审，不错，立刻随我们去公堂。哼，包拯是怕太后娘娘派人把咱家接回去，所以才急着夜审。你别做梦了，后宫派来的人已经被请回去了，你没指望了。那为什么要夜审啊？难道郭公公就没有听说过吗？包大人日审阳，夜断阴。哼，那是市井传说，难道他真的能通鬼神啊？哼，那当然，我在开封府可见过多少次了。废话少说，快走吧。快走！郭淮，20年前，你任金华宫总管之职，买通产婆尤氏，以狸猫换取太子，大称玉成宫李贵妃产下妖孽，指使程昱寇诛，掐死太子，埋藏金水桥下，意图使刘贵妃之子入主东宫。凡此种种，你可承认？包大人，咱家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，我凭什么承认呢？住口！那寇诛良心未泯，不肯与你沆瀣一气，同流合污，暗中将太子送出宫去，你却对他施以酷刑，追问太子下落。寇诛凹刑不过，处处身亡，难道你也不知情？哼，包大人啊，所谓人死无凭证，就算你包大人指证的都属实，但是你可有人证啊？哼，本府如今夜审于你，便是让你无法交代。本府虽无人证，却有鬼证。寇诛何在？冤魂寇诛，叩见包大人。郭淮，你可认得他？他那是寇诛！啊不，他不是寇诛，寇诛已经死了。他一定不是寇诛。哼，是与不是，待本府问过之后，你自会明了。寇诛，寇诛在。当年那郭淮是如何要你将太子谋害，又是如何对你严刑逼供，逼问太子下落？你且一一说来。是，李娘娘临盆之时，郭淮串通产婆尤氏，以剥去皮毛的狸猫替换出生的婴儿，要寇诛将婴儿装在竹篮之内，带离玉成宫。
郭淮要寇珠将婴儿掐死后埋在金水桥下。寇珠见小太子纯真无邪，睡相香甜，心生不忍，于是决定违抗郭淮之命，寻人帮助。寇珠，当时你可是将小太子交与陈琳带出宫去。是。寇珠向郭淮谎称已听命将婴儿埋葬，郭淮没有怀疑，并未追究。郭淮，你可有话说？是，他一定是听陈琳说的，他才真的不是寇珠啊！陈琳向他来作为证据啊！你且继续听下去。寇珠，既然那郭淮并未追究，却又为何在对你施以酷刑，追问小婴儿的下落？回报大人，李娘娘被打入冷宫之后，寇珠明知她是遭郭淮陷害，却不敢明说，更不敢透露小太子的情形。你为何不说？寇珠唯恐说出实情，小太子假死，会被郭淮发现。你说下去。寇珠只能偷入冷宫，对李娘娘言语安慰，谁知竟被郭淮得知。寇珠虽搪塞其词，郭淮却对小太子之事起了疑心。然后呢？郭淮逼问尸骸埋藏之处，寇珠只得胡乱指点。郭淮竟派人将金水桥下遍地挖掘，遍寻不着之后，便对寇珠严刑逼问。寇珠谎称慌乱之中记忆不清，郭淮不予置信，继续用刑。寇珠唯恐受刑不过，说出太子下落，只得撞柱身亡，以死明志，让他们误认寇珠所言是实。这件事情，你怎么会知道啊？你抽在我身上的鞭痕犹在，我撞柱身亡的血迹未干。你虽然派人刷洗金华宫的殿柱，却洗不尽你心中的梦魇。如今，寇珠要借包大人夜审阴司之变，向你索命，以解我20多年的心头之恨。郭淮，还我命来！别过来啊！还我命来！郭淮，包大人啊！寇珠，阴阳末路，人鬼殊途，你不可接近生人。包大人，寇珠要将郭淮带到阴间，交由阎王处置。不，那郭淮既在人世，就该有阳间的律法制裁。郭淮，包大人，你可先不让他过来呀！制裁寇珠所言，你可认罪？认，我承认啊，可那些事情都是刘娘娘的主意啊。是否如此？本府自会追查。既然你已认罪，公孙先生，学生在，让他画押。是。我画呀！
来人呐！在。将郭淮还押大牢，听候宣判。是。包大人果然高明，郭淮如此狡诈，还是难逃法网，签下了供状。惭愧，包拯向来不信鬼神之说，如今却要假借鬼神之名，让那郭淮认罪伏法。那是郭淮咎由自取，若不是他多行不义，又怎么会疑心生暗鬼呢？陈公公所言极是，倘若他光明磊落，毫不心虚，便是扣诸鬼魂当真出现，也全然无惧，又岂在乎装神弄鬼呀？那名假扮寇珠的女子，她来自何处？又怎会让郭淮如此深信不疑呢？那全仗着公孙先生巧妙安排。回王爷，学生是由京城优人戏子中挑选一名颜貌体态与寇珠较为相似之女子，再根据当年仵作验尸单所描述的，为她稍作易容装扮，并以假血涂面。那又怎么能让那郭淮认不出来呢？学生事先安排，命牢头送酒菜给郭淮。大人夜审之时，郭淮已有5分酒意。同时，学生并令牢头宣称，大人有日审阳、夜断阴之能。再加上公堂之上昏暗不明，那郭淮心中忐忑之际，自是无法辨认。话虽如此，一旦言语交锋，旧事重提，那女子又如何应付？王爷，那就非奴婢不可了。哦，你也参与其中？奴婢将当年寇珠所言一一转述给那女子，并提示寇珠的言谈举止，让那女子学习。郭淮又岂能分辨呢？若不如此，郭淮不会轻易落入圈套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寇珠在受刑自尽之前，会与陈公公通过信息。如今有了郭淮的供证，咱们就立刻进宫面圣吧。王爷不急着进宫，倘若包拯所料不差，皇上应该很快就会主动宣召。母后，皇上来了。母后夜半不眠，命人招儿臣来，是为了……其实也没什么，哀家睡不着，想看看你。那安神露不是可以助眠吗？母后何不服用？八王爷不是说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吗？母后，您可是心中有事啊？哀家只是在回想这一生的点点滴滴。来，你坐下来说。是。哀家14岁，以才女之名被选进宫来，和后宫所有被选来的女子一样，过着宫墙内与世隔绝的日子。直到被先皇宠幸，身为贵妃，才见到了天日。后宫佳丽3000，其实却耽误了多少女子的青春啊！
不仅如此，在后宫争宠是时有所闻的事，彼此勾心斗角，貌合神离。只有一个人和哀家情同姐妹，相互扶持，可是他却被打入了冷宫。母后说的可是那位葬身火窟的李贵妃？你知道她？她就是幼年时儿臣误闯冷宫遇见的那位。母后还记得她给儿臣的玉佩吗？记得。母后，她究竟是为什么被先皇打入冷宫的呢？这，在后宫，一旦失宠，可以有千百种的理由。母后说的不错，所以儿臣才要郭槐废除冷宫，重修宫院。无论如何，母后要比他幸运的多了。不错，陈皇后去世之后，母以子贵，哀家被先皇立为皇后。可是太子却在6岁那年不幸染病身亡。母后不要难过，母后虽经丧子之痛，可是还有儿臣孝敬。如今贵为大宋朝的皇太后，那些不愉快的日子是不会再来了。可是哀家毕竟不是皇上的生身之母，哀家最担心的是，倘若有一天哀家与嫡娘娘之间有了无法化解的冲突，皇上会如何？母后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哀家只是打个比方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皇上会如何？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儿臣必定会痛苦万分，左右为难。生育养育实在难分轻重。不，儿臣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。有皇上这句话，哀家心里也就舒坦多了，至少不会一个人在这儿胡思乱想。郭槐为什么不在宫中伺候母后？不提也罢。怎么？他还在开封府接受包大人的审讯呢。哦，包拯怎么会留他到半夜？可曾派人去询问？没有用的，连哀家下旨要开封府放人，都被打了回来。什么？包拯竟敢抗旨？倒不是包大人抗旨，而是八王爷。父王？父王去开封府干嘛？八王爷不但在开封府，而且以先皇御赐金简挡回了哀家的旨意。皇上派人前来下旨，要大人连夜进宫。果不其然，展辉，皇上只宣包大人一人进宫。回王爷，正是。挡回太后懿旨，留下郭槐的是本王。皇上为何不宣本王和包大人一同进宫呢？想必是皇上不便与王爷父子相争，召包拯进宫，皇上才好问明实情。王爷，包拯此去会将此案
实情禀奏皇上。不知王爷是否同意？也罢，是该到了让他明白真相的时候了。好吧，本王立刻回府，若有需要，本王立刻进宫。多谢王爷。什么？郭槐招供了？是，包拯已将他关押大牢，娘娘的冤屈已经可以确定获得平反。好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伯亲，臣在。哀家什么时候能够见到皇上？臣奉旨连夜进宫，会将全案实情向皇上禀明。娘娘，请等候包拯回禀。哀家就等你回来。娘娘今夜尚未诊治，请容学生为娘娘施针。好，好。娘娘小心。哀家真希望眼睛能够立刻复明，亲眼看见皇上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郭槐去开封府只是作证，你为何不让他回宫？回皇上，郭槐涉及一桩重大阴谋，犯下重大刑案，臣乃是依法关押。哼，岂有此理！无论他犯下何等重罪，太后遗旨既已下达开封府，你怎敢抗旨不遵，拒不放人？甚至还要父王请出先皇的御赐金简。皇上可知，八王爷从不干涉朝政，亦不曾插手任何案件。先皇御赐金简，更从未请出动用。朕当然知道，能让八王爷请出御赐金简，绝非一般刑案。更何况，此案还与八王爷自身有关。什么？与父王有关？郭槐所涉之案，关乎后宫争斗、皇室密信，故而八王爷必须出面，包拯不敢放人。竟有此事！郭槐供状在此，请皇上御览。娘娘觉得如何？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想必你就是公孙先生。学生正是公孙策。
想必你就是展护卫。恭喜娘娘双目复明。公孙先生的医术可真称得上是华佗在世啊！不敢当娘娘谬赞。娘娘双目出狱，还请尽早安歇吧。不，哀家要等包大人回来，哀家要立刻进宫去见皇上。包拯，这供状之上所言可是真的？回皇上，千真万确。那郭淮所作所为，正与太后有关。臣敢请皇上屏退左右。你们都退下。遵旨。你说，回皇上，当年狸猫换太子一案，太后便是主谋。放肆！你竟敢在朕面前污蔑太后！臣据实禀奏，绝无半句虚假。当年太后与丽仪贵妃同怀龙种，先皇许诺，生下太子便册立为皇后，为图大位，太后方才出此下策。否则，那郭淮不过是一名太监阉人，又怎敢犯下如此大逆不道、惊天动地之案？那金华宫程昱寇诛，因此状注自尽了。正是。郭淮当堂画押，坦诚罪状，此案已成定案。然而，在这供状之中，并未提及寇诛他舍命救出的婴儿，下落何方啊？回皇上，寇诛将婴儿交给了陈琳陈公公，藏在宫盒之内，夹带出了后宫。啊，然后呢？这……难道那婴儿未能逃过此劫？不，婴儿安然无恙，被送进了南清宫八王爷府。什么？那如今婴儿安在？八王爷以皇子之名，将婴儿留在王府之内抚养。且慢，算起来，那婴儿与朕同庚，朕只有长兄，并无幼弟，何来以皇子之名留在府中抚养之说？臣斗胆，那历劫重生的婴儿，正是皇上。你说什么？当年八王妃狄娘娘也同时有孕在身，却不幸早产夭亡，而且未及呈报。八王爷深知此案滋事体大，为掩人耳目，才假称皇上是狄娘娘所生。朕分明是父王亲自选入宫中，立为太子的。包拯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不可胡言乱语。臣绝不敢胡言。八王爷如今正在王府之中静候，皇上可宣召王爷进宫，当面询问。
如此说来，朕幼年之时在冷宫遇见的那位娘娘，竟然是朕的生母，正是玉成宫李贵妃。她是在冷宫失火之时葬身火窟的。不，是先皇下旨赐死。她已被打入冷宫，为何还要将她赐死？当年，娘娘与皇上巧遇之后，八王爷命陈琳将皇上身世告知娘娘。自此，娘娘夜夜焚香，为皇上祈福。谁知却被郭槐得知，而刘太后更借此向先皇诬告。诬告什么？诬告李贵妃以邪术诅咒先皇。先皇大为震怒，于是下旨赐死。啊，你是说她是因太后而死？皇上，刘娘娘是为了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。然而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李娘娘必死，而却未死。此话怎讲？陈琳奉旨赐死，不忍执行。太监于忠舍命泉中自请替死。冷宫总管秦凤自焚灭迹，瞒过郭槐，娘娘方得死里逃生，远离京城。她如今人在何处？皇上可还记得包拯那位失散多年的远房表亲？你是说，朕在仁寿宫遇见的那位老夫人？皇上，那位双目失明的老夫人，正是当年的李贵妃，皇上的生身之母。那失明双目，就是因为思念皇上，终日以泪洗面，而活活哭下。如今，皇上对当年狸猫换太子一案的前因后果均已明了。臣请皇上下旨，追究刘娘娘之罪，因李娘娘进宫。包拯，你……李娘娘如今正在府衙之中翘首等候包拯回禀。你让朕再想一想。皇上可是不信包拯之言？朕不是不信，只是太后对朕有20年的养育之情。皇上此言差矣。刘娘娘虽对皇上有多年养育之情，李娘娘却对皇上有10夜怀胎之恩。郭槐所犯罪行，你尽可依法惩处。我皇家之事，你就不要再插手管了。皇上念养母之恩情，而置生母于不顾，传至天下，岂不让黎民百姓斥为不孝？包拯天威人臣，又岂能不闻不问？住口！包拯，你不过是小小的开封府尹，是谁给你如此大的权限？朕不让你管，你就不准再管。来人呐！在。将包拯轰出宫去。遵旨。皇上将你赶出宫来。包拯惭愧，未能劝谏皇上，立即因李娘娘进宫。啊，不，这怨不得包大人。
不过，也怪不得皇上。王爷，乍闻身世之谜，任何人都无法承受。给皇上一点时间，他会想明白的。倘若皇上所想不如王爷预期，又当如何？届时，本王自会出面。如今却难在如何面对丽娘娘了。谁也无法面对，只有包大人委屈担待了。大人已将全案禀奏皇上了。郭槐可由本府依法处断。啊，那太后和李娘娘呢？詹护卫在。如今郭槐已被关押，娘娘的安全也已无虞，就让白玉堂先回陷空岛。他毕竟是个江湖人，不让他知道此案的内情比较好些。大人要他戴罪立功，为何不带他进宫面圣？暂且不要，待此案所引起的余波平静之后再议。是。大人，皇上对此案可是另有看法？公孙先生果然心思缜密，本府就知，绝对瞒你不过。皇上的确对是否追究太后之罪，是否立刻引李娘娘进宫，尚有所犹疑。皇上怎可如此？既然已知娘娘身份，就该立刻接她进宫，善尽人子之道。无论任何原因拖延，就是不孝。皇上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吗？或许对皇上而言，生育养育同等重要，而难以取舍。既是皇家恩怨，外人也就难以智慧。公孙先生，请恕展昭不能苟同。人子孝亲，天经地义。无论是皇上或是平民百姓，岂能有所不同？倘若身为皇上便能不遵孝道，又将如何教化万民？展护卫言之有理，本府定会向皇上据理力谏。然而，此刻却必须向娘娘回禀，倒让本府颇觉无奈。可怜李娘娘，方为双目复明而喜，如今却要什么？娘娘双目复明了？宝琴的形象面貌与哀家心中想象的很是接近。臣恭喜娘娘重见光明。哀家的喜事不只是这一桩，能够重见光明固然可喜，能够亲眼看到朝思暮想的皇儿，那才是真正天大的喜事。宝琴，臣在。哀家何时能够见到皇儿？夜色已深，皇上出宫
恐怕多有不便。那好，既然皇上不便出宫，那你带哀家进宫如何？娘娘还是等到天明之后。宝庆，你素称刚直耿介，不善言谎，哀家要你照实说，可是皇上不肯认我。不，皇上绝无此意，娘娘万勿误会。既然皇上肯认我，以人之常情，他就该立刻前来见我，为何还要拖延？娘娘，皇上从来没对自己的身世怀疑过，如今突然发现真相竟是如此，必定会矛盾不安，所以……好了，公孙先生，你不必安慰哀家，哀家心中明白。哀家已经累了，你们都回去歇着吧。我以后真的要当皇帝吗？可不可以不要做皇帝啊？不可以。不过你可以选择做个好皇帝呀。怎么才能做个好皇帝呢？要仁慈，要孝顺。仁孝这2个字如果做到了，就会是个好皇帝。我是个好皇帝吗？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皇上会如何？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儿臣必定会痛苦万分，左右为难。生育养育，实在难分轻重。儿臣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。白玉堂回去了，属下要他回献空岛等候通知。娘娘可曾安歇？没有，娘娘枯坐房中，不言不动。难为她了。大人，展昭有一言，勿吐不快。你说。娘娘历经千辛万苦，忍受无比煎熬，如今总算可以平反，皇上却多有顾忌。展昭想尽娘娘心中之苦，已忍无可忍。展护卫，公孙先生，本府要听展护卫说下去。展护卫若是不忍，又当如何？倘若展昭人在江湖，必定立刻闯入进宫，将皇上带来府衙，要他当面向娘娘谢罪。然而展护卫如今却不在江湖。请恕展昭之言，倘若皇上如此不通人情，不分黑白，展昭这御前4品带刀护卫不做也罢。展护卫千万不可！展护卫，说得好。大人，
展昭果然不愧为展昭，毕竟不同于一般。慢说展护卫心生不平，便是本府也绝不做事。明日一早，本府就进宫面圣。倘若皇上不肯听谏，这开封府服营之职，本府也绝不眷恋。本府虽不若展护卫可以重返江湖，但若回到泸州老家，耕读一生，又有何不可？大人，兹事体大，还请大人三思。公孙先生，我辈读书之人，入世所谓何来？若不能分清黑白，据理力争，又如何整生民于水火，解百姓于倒悬？今日不能为娘娘平反，明日又如何为百姓洗冤？与其贪高官厚禄，而唯唯诺诺，尸位素餐，不宁求公理正义，而轰轰烈烈侵蚀流民。大人的教诲，学生终生不忘。倘若朝中文武皆如包大人一般，又何愁朝纲不正，宋氏不兴呢？然而在本府入宫之前，还有一事要办。公孙先生，大人，传本府令谕，明日一早就将那郭槐自大牢之中提押出来，本府要升堂宣判。大人不等刘太后到案再判吗？不能等。倘若皇上不追究太后之罪，本府也绝不让那郭槐逍遥法外。堂下听判。郭槐，你身为内侍，就该安分守己，你却为了迎合祖上，挑起后宫争斗，勾结产婆尤氏，犯下滔天大罪，逼死程昱后主，企图掩饰罪行。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扎刀之刑。来人呐！在。糊涂他伺候。是令。保长，咱家是后宫总管，你不去杀我？本府奉旨将你依法惩处，怎会无权？开你杀了郭槐？回皇上，郭槐罪不可赦，臣是依法而行。你是生怕朕不再追究太后之罪，会连郭槐也或免刑，才速审速决，将他正法？皇上明鉴。朕说过，只要你不管太后之事，郭槐任你处置。启奏皇上，臣不能不管。你当真不肯撒手，非要管我赵家私务？你可知道昨夜朕
在生育之恩与养育之情之间的矛盾挣扎是彻夜难眠。难道你非要逼朕不可吗？皇上，李毛换太子一案，绝不仅是赵家私务，而涉及皇室道统，大宋国主。废刘太后而因丽娘娘，也绝不仅是皇上私情，而关乎人心教化、社会伦常。皇上自诩以仁孝治国，若是己身不正，又将何以正人？包拯纵有天胆，也不敢逼迫皇上。然而，如今刘太后已是罪证确凿，皇上若是不下旨将她治罪，恐将难渡天下悠悠之口。包拯，难道你就不怕朕革了你的官职？皇上莫说要臣的顶上无上，便是要臣的项上人头，臣也绝不能让皇上背负着不孝的千古骂名。包拯，你过怀全招供了。除此之外，朕也已知道，那位双目失明的老夫人，就是当年冷宫的李贵妃，也就是朕的生母。30年的梦魇，毕竟还是应验了。你为何要这么做？他先生了太子，先皇就立他为皇后，或许是为了争夺皇后之位，或许只是出于妒忌。他是你在宫中唯一情同姐妹、互相扶持之人，你为何要妒忌于他？勾心斗角、争权夺利，在后宫不足为奇。眼里看的是这些，学的也是这些。你是皇帝，永远也无法明白权势有多重要。朕的确不明白，可是朕却明白做人之理。若不能诚心诚意与人交往，若终日必须尔虞我诈，纵有权势又有何用呢？就因你当初一念之贪，夺去了多少条性命？20年来，一直把你视为身生之母，如今你却让朕陷入天人交战的两难之境。你要朕如何抉择？你又将如何自处啊？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皇上既然到此将一切说明，想必已有所决定了吧？臣叩谢母后20年的养育之恩。会亲往开封府，迎接朕的生身之母入宫。
皇上，父王，皇上，如今身世已然大白，本王不再是你的父王，而是你的皇叔了。奴婢叩见皇上。亚父请起。奴婢唯恐皇上不满包大人言辞顶撞而降罪，故而自作主张将王爷请来，还请皇上恕罪。包拯直言敢谏，朕并没有怪罪于他。皇上如今作何打算啊？朕一命包拯将太后官服带回府衙，朕稍后便去接驾。皇上圣明啊！父王，皇叔，你可知道，朕此刻的心情是五味杂陈，百感交集。本王明白，皇上心中之苦，无人能够体会。然而，皇上，你必须要坚强啊！皇上，皇上，太后，太后，太后怎么样了？你快说呀！太后她悬梁自尽了。娘娘，圣驾已在厅中等候，还请娘娘尽快更衣呀。陈公公，一定要哀家更衣吗？奴婢不敢。可是皇上来接娘娘进宫，娘娘换上太后服饰，才合后宫礼仪呀。战护卫，展昭在。你说哀家该不该换？娘娘心中虽对皇上不满，但如今既已拨云见日，娘娘思念多年，终于如愿以偿。展昭以为是否更衣换装并不重要，娘娘去见皇上却是势在必行。朕言知此时才来，太后必定心生不悦，还望皇叔、包卿替朕多美言几句。啊，母子连心，皇上也无需太过担心了。包卿，皇上，请恕包拯不敢过问皇家事务。你包大人，连皇上所言都能够让你记仇的话，这可不是为人臣子之道了。包拯不敢，只是臣敢请皇上预做准备。娘娘不悦之心，恐非三言两语便能释怀。
迟来迎接母后，乃是朕咎由自取。太后若是降罪责罚，朕也无话可说。太后娘娘到。陈琳，先扶娘娘坐下，有什么话慢慢说。是。皇嫂，你双目不是已然复明了，为何闭目不张啊？皇上，娘娘不肯更衣换装，奴婢实在没有办法呀。皇嫂，你有何不满，尽管直说，别让皇上尴尬，也免得让大家为难呐。八贤王，并非老身有意刁难。既然皇上不肯认我，我又何必看他？母后，且慢。如今已是我不认你了。在母子未相认之前，老身不以皇家自居，你也休要以母后相称。皇叔，皇嫂，皇上若是不肯认你，又怎会亲临开封府来接驾呢？你就看在本王的薄面上，原谅于他。毕竟他是一国之君，当今的皇上。八贤王，恕老身直言，皇上又如何？皇上难道不是父母所生？我为他饱尝10月怀胎之苦，为他受尽牵肠挂肚之痛，为他遭人陷害，打入冷宫，为他先皇下旨，白绫赐死，为他流落街头，忍辱偷生，为他流干了眼泪，哭瞎了双眼。而他明知道我是他的亲生母亲，明知道我在府衙殷切期盼，他却不飞奔而来母子团圆，反而在那犹豫不决，左右为难。此情此景，怎么不叫人痛心疾首？老身又怎么能够原谅他呢？儿臣该死，让母后饱受折磨，儿臣罪该万死。即便不能得到母后的宽恕，也请母后睁开眼睛，看看儿臣，看看儿臣和20年前在冷宫相遇时有何不同，看看儿臣与先皇有几分神似。
母后。母后，不能就这么简单。倘若就这么轻易的饶恕你，普天之下为人父母者，又怎么敢生儿育女？这人伦二字，岂非荡然无存？皇嫂，你要如何才肯认他？要如何责罚他？你才肯原谅他？儿臣愿意接受母后任何惩罚。在母子相认之前，老身只是一介平民。包大人，包拯在。倘若民间百姓犯了不孝之罪，该是如何惩罚？娘娘，不论如何惩罚，若要想老身认他，除非包大人先依法办他个不孝之罪。宝琴不得推脱，朕命你立即升堂，将这一不孝之罪究办，不得有误。臣遵旨。这的确是本府自入世以来从来没有遇见过的难题，也是自古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情景。大人真的无法推辞吗？无法推辞。如今这控子不孝之案，本府已是奉旨升堂，不能不办。太后是原告，皇上是被告。大人这主审官，的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展护卫似乎不以为怪，想必有所看法。属下不如大人有多年办案经验，也不如公孙先生熟知律法行文。然而却知太后娘娘心中所想。哦，本府愿闻其详。娘娘与天下为人母者并无不同，口中要办皇上不孝之罪，心中却必定舍不得。学生明白了，大人何不由此处着手？只要对皇上略有薄惩，那太后也就不会予以追究了。本府已有应应之策。王朝马汉在，传令升堂。是。开封府府尹包拯叩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叩见娘娘、王爷。包大人请起。谢娘娘。来人呐！在。升堂。
是。本府今日奉皇上圣谕，审皇上不孝之罪。虽然由古至今，自有行制以来，从未听闻以臣审君之说。然而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律法之前无贵贱之分。本府便以大宋律例论罪判刑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若依本案实情，该当何罪？该判何刑？回大人，弃亲不养，知亲不问，遇亲不认，事亲不孝，一律可判拘禁、苦役、罚银、杖击之刑。然而，不知者不罪，无心者轻判。本府横情度理，依法判处杖刑20。包大人，包大人，自古岂有臣打君之理？本府也知，绝无以臣打君之理。然而，本府乃是奉旨而行。包大人，皇上，无妨，包卿，你就依法行刑吧。臣遵旨。来人呐！在。为皇上宽衣脱袍。是。不得无礼！斩护卫，属下在。待本府行刑。遵命。自古以来，臣不打君，本府奉旨，不得不打。王朝马汉灯笼照虎，在。将龙袍押上堂来。是。如今，本府杖打龙袍，如同打君。行刑！若非包卿机智，恐怕朕要出尝这杖刑的滋味了。臣万万不敢。皇上，白玉堂入宫盗佩，只是一时冲动，如今他已经将功补过，还请皇上特赦免罚。那是当然，太后与亚父受他保护，足以将功折罪。谢皇上。如今幸得母后相认，其实真正该赎罪的应该是朕。
回宫之后，朕立刻下诏罪己，让天下臣民百姓以朕为戒，恪守孝道。好，皇上能以仁孝治国，是乃朝廷之幸，万民之福啊！还有那寇珠、秦凤和于中，朕要为他们建碑立祠，以彰忠义之风。皇上圣明。真心好，总会被看到，不需要拒绝，让一人知道。真承诺，友谊才是宝，将国人情冷暖最明了。现在将谁杀过胭脂过草，人会好心。人生不是算啥？就